今天是我最后一天骑着阿九出门了，只是跟以往不同的是，我这次骑着他出门，就再也不会再骑着他回家了。对，没错，我要把阿九给卖掉了。今天这部影片就是记录我跟阿九最后一次在路上一起奔驰的画面。阿九虽然不是我第一部接触的大型重机，但是它却是我第一部拥有的大型重机。在跟他相处的这2年多来，我从阿九身上学了很多有关重机的一些知识，跟一些维修的一些技术。我真的很感谢他教了我这么多，也很感谢他这2年多以来的陪伴，载着我到处的跑，到处的玩，然后也让我在平常上班无聊的日子里面，在通勤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些乐趣。一直到昨天，其实我心里都还在犹豫，说我到底要不要把阿九给卖掉。其实在买了阿九之后呢，我后来又买了 X-Max 当作是买菜车。可是 X-Max 骑了一段时间，我真的觉得说它不是我要的车型，好，所以后来呢，我就把 X-Max 给卖掉之后换了 R1， 终究阿九还是留下来陪了我一段时间，到了现在。只是呢，在我同时拥有3台车的情况下呢，要同时每一台车子都能够好好的去骑它，真的是太困难了。在身为一个新手爸爸的情况下，在平常上班已经够忙碌了，回到家里面还要带小孩，要腾出能够骑车的时间，真的是相当的奢侈。但我还是非常努力的去把每一台车子都尽量的去骑到，但是最终呢，里程数这边是不会骗人的。阿九在我买了 MT-15跟 R1 之后，里程数增加的速度真的比之前真的是慢得非常的多，这也代表说它被我闲置冷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。在每次要出门骑车的时候，我都会面临到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，就是我今天到底要骑哪一台出门呢？到底要骑 MT-09 还是 MT-15 还是 R1 呢？结果很明显的显示，MT-09 现在是我最少骑车出门的一台车。这并不是表示说阿九变得不好骑了，它还是一台非常好骑的车。只是说我可能喜新厌旧吧。因为其实如果要骑车舒适、轻松的话，我就可以骑着 MT-15这样子出门。但是如果我想要好好的帅气一下，我就会骑着 R1 出门。所以相对于这2方面的极端的要求， MT-09 的定位就刚好卡在这个中间尴尬的地带。所以变成说我只剩下偶尔通勤的时候会骑着它去上班，但是平常假日的时候，我却大部分都是骑着 MT-15跟 R1 出门。所以呢，我才决定说，与其让它一直放在车库里面生灰尘，不如把它好好交给下一位主人，能够经常骑着它出门奔驰，让它好好的发挥它的所长，让它奔驰在它想要奔驰的道路上面，我觉得才是对它最好的一个方式吧。即使我心里面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但我还是非常的舍不得它。所以呢，我在骑车要去卖掉它的路上呢，我真的是不想讲任何的话。因此，这部影片最终才是会以旁白的方式这样的一个呈现，来记录我和他的最后一段的旅程。我想很多的车友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，就是自己可能拥有过好几台的机车，但是往往对自己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自己的第一台机车。回忆起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，
它银蓝的配色完全就是我理想中的颜色，所以在对它初步做了外观的检查之后，确定没有任何更换过的痕迹，我大概就花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我就已经决定说我要把它给买下来了。在买车的手续办好了之后，从车商那边第一次接过了他的行照，还有他的钥匙，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雀跃啊！当然，我就迫不及待骑着它出门，好好的跟他培养一下感情。我还记得那一次的骑车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大腿两侧还有我的腰背真的是非常的酸痛，但是我心里面却觉得说，我好期待说我下一次再跨上它出去骑车的时候，每一次的发动它的引擎，听到它的引擎的鼓动，都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也是跟着一起的跳动，我血液中的心丸子也跟着沸腾了起来。那时候我真的能够了解许多人的口中讲的4轮载着的是你的躯体，但是2轮驱动的是你的灵魂。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有道理。骑着机车出门，我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自由。你不用再去乖乖的待在车阵当中，骑着机车，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方式，来从你的旅途从 A 点到达 B 点，不再是那么一样的一个枯燥乏味。你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方式。骑着 MT-09 出门，对于同一条路，我可以有一个更有自我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。我今天想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档位，或什么样的一个转速，来过这样子一个弯，或这样子一条直线，这些都能够让我自由的一个决定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弥补了我平常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不满。我想很多人也都像我一样，不管是在面对家庭还是面对工作，其实很多时候你都必须要妥协。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说了算，或者是你决定了就行，经常都是为了要配合别人，或者是要能够委曲求全，因此最后选择牺牲了自己的一个自由。就好像终于找到一个解放自己的一个方式吧。当我第一次跨上 MT-09 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终于好像得到了解放，我终于能够找到一个出口，终于能够好好宣泄我这些累积已久的压力。不然我真的觉得我快要疯了。我真的觉得在阿九出现在我的生活之后，好像解救了我一样。在骑着它的时候，我终于不用再妥协，我终于不用再一直都是循规蹈矩，我不用一直都是循着知识化的一个模式，我可以有更多的自由，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我可以想要怎么样的旅程都可以，只要我是骑着它出门。我想很多人在长大了之后，会发现世界变得跟自己想的很不一样。在小的时候会对自己觉得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办不到的。但这个世界其实要教你的事情是，你有很多事情是真的办不到的。所谓有志者事竟成，相信我，这些话都是屁。而真正的事实其实是，你努力再多，都不一定会有任何的结果。到最后，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是会功亏一篑。所以最终，我领悟到的事情是，这个社会是要告诉你的，是你有多渺小，而不是你有任何无限的一个可能性。
所以在进入了社会之后，你必须要学会自己要弯下腰、低着头，甚至去做你任何以前都不愿意做的事情。而这一切背后的最后的目的，只是要让自己能够生存下来。所以在拥有 MT-09了之后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可以做到以往我做不到的事情。我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在路上奔驰，我也可以骑着它到很多以前不可能到的地方。我终于不用再受这个世界的一个制约，我终于可以解放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灵魂。同时，我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让我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一个美好，让我觉得人生好像还有蛮多的乐趣没有去探索过吧，让我觉得好像活着也还蛮不错的吧。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阿九为我带来我整个新的一个世界观，为我开启了人生的新的一页。这次的分离，我想是永别了。我真心的希望他的下一位的主人能够好好的善待他，能够好好的骑着他到处去游玩旅行，留下更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。